我师尊绑定了天生媚骨祸乱仙宗系统，而我绑定了龙傲天战神系统。自此，他拼命在宗门后宅做妖发神经。师兄别跑啊，等等人家嘛。而我只能拼命在仙魔前线干仗，保他的命。就在我那儿修无情道的师尊对掌门师伯下药爬床后，掌门崩溃了。林统领，那一夜，你师尊穿着大红肚兜，坐在一边看本座发情，难受了一夜，还不准本座去找后院的仙弟。统领，本座苦啊！大殿内鸦雀无声，周围的长老和吃瓜弟子们疯狂用眼神交流，窃窃私语。这林统领真是咱们修真界的虎女，掌门生了那么大的气，她丝毫不带怕的。瞧瞧那周身的气派，不愧是打了300场仗的镇魔大统领。除了有个神经病师尊，这林统领真是哪哪都好，当代仙门小辈无人比拟啊！我僵硬地站在大殿中央，腰悬玄铁重剑，面无表情，但脚趾已经在靴子里抠出了一座护山大阵。掌门师伯拍着桌子，继续声嘶力竭地控诉：林瑜，这么多年你师尊不管宗坊前殿的事务，屡次出入本座的后宅，这也就罢了。一把年纪的无情造剑尊，将正在莲花池上跳舞的太仙子推到水里也无所谓。你告诉本座，本座是哪里做的没让你师尊满意？他才穿着红肚兜爬本座的榻，他不但爬本座的榻，还给本座下了合欢宗的烈性春药。他不但给本座下了药，还不准本座传音喊人。但凡那天晚上让本座喊人，本座当场就一剑劈了这老匹夫的头。我深吸一口气，单膝跪地，熟练地背诵免死金牌话术。掌门息怒，弟子惶恐。师尊年岁已高，自从师祖死后便深居简出，偶尔有一些神志不清，请掌门恕罪。你告诉本座，堂堂修真界第一剑尊爬本座的床，是神志不清。我不再废话，大手一挥，乾坤袋打开，108颗魔族大将的头颅咕噜噜滚了一地，煞气冲天，直接把大殿里的长老们吓退了3步。我抱拳沉声道：掌门，此次南下深渊，弟子不负众望，直捣那魔族老巢，带回来108颗魔将头颅，这都是多亏了掌门指挥有方。看着满地的人头，我心里默默流下了2行清泪。早死的师子，痴傻的师尊，打仗的我，和破碎的宗门。我咬了咬牙，继续低头道：掌门，弟子这一生如履薄冰，至于赏赐，全由掌门定夺，只求保我师尊一命。看在这一地正宫的份上，掌门憋得满脸通红，最后猛地甩袖离去。在傍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刚从宗门水牢里被放出来的我师尊沈清寒。他一袭白衣，清冷绝尘，仿佛不可侵犯的谪仙。我凑过去，压低声音，表情扭曲地问：师尊，你真的穿了红肚兜？沈清寒那张万年冰山脸上瞬间闪过一丝屈辱的红晕，他咬牙切齿，声音都在发抖：放肆！对掌门师兄，那是为师逢场作戏，无可奈何。我痛心疾首地指着他的鼻子：老匹夫，你再这样作妖下去，你徒弟10个人头都不够救你的。就在这时，我们2人的脑海中同时响起了冰冷的机械音：恭喜宿主林瑜完成任务，南下角魔，龙傲天战神系统奖励力拔山河。第
丁，恭喜宿主沈清寒完成任务，给掌门下药。天生媚骨，祸乱仙宗系统奖励媚骨天成。感受着体内瞬间暴涨的狂暴肌肉力量，再看看对面师尊眼角不自觉流露出的万种风情，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切荒诞的孽缘，都要从3年前秘境里的那道天道雷劫说起。那时的我，毕生梦想就是当个倾国倾城的绝色妖女，让修真界的美男为我争风吃醋。而沈清寒作为修真界的高岭之花，一门心思想着杀伐果断，称霸3界。我们在秘境里各自遇到了系统，一个是助他神挡杀神的龙傲天战神系统，一个是助我3000宠爱在一身的天生媚骨祸乱仙宗系统。就在我们激动的痛哭流涕，即将绑定的那一刻，一道雷劫劈下，系统他跌了个跟的，卡了 bug， 绑错了。我一个只想靠美貌祸乱仙宗的弱女子，被迫绑定了龙傲天战神系统。只要不喊出羞耻的中二台词，系统就会扣除我的寿元。而满脑子打打杀杀的高冷师尊绑定了天生媚骨祸乱仙宗系统，灵力被全盘封锁，想施展法力必须靠装柔弱掉眼泪来积攒怜惜值。掉眼泪积攒怜惜值？师尊，这系统是认真的吗？荒唐，简直荒唐！等我们被秘境吐回宗门时，正逢魔族大举进攻，掌门和长老们大喜过望。剑尊出关了，大家有救了！请剑尊出剑，请剑尊出剑，请剑尊出剑！面对千万魔军，沈清寒表面稳如老狗，实则系统疯狂警告他灵力为零，正在违背柔弱人设。在全宗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他不受控制的眼眶一红，一把揪住我的衣角，声音颤抖地夹着嗓子说：徒儿，那个魔将生得好生凶恶，为师心口疼，害怕。全宗门瞬间石化，我满头问号。但我的龙傲天战神系统已强行触发任务，我被迫夺过师尊的剑，一脚踩碎护山大阵的阵眼，双眼冒着红光怒吼：30年河东，30年河西！敢动我师尊，今日便让你们有来无回！而沈清寒因为躲在我身后求保护成功，获得了第一笔可怜的怜惜值，勉强保住了高人风范。从此我们师徒俩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日一剑劈死魔将后，我和师尊连夜在凌云峰的密室里开了一场极其沉重的会议。看着彼此头顶上闪烁的系统面板，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操蛋的现实，如果不合作，我们都会死得很惨。师尊，我沉痛地握住他冰凉的手，为了不被当成夺舍的邪修烧死，以后你在内负责装柔弱骗资源，我在外负责打架撑场子，咱们强强联手，共度难关。沈清寒那张清冷绝尘的脸上满是屈辱，但他感受着体内被封锁的死死的灵力，最终还是闭上眼睛，眼角滑落一滴隐忍的泪水。好，都依徒儿的。于是我们这对各怀鬼胎的师徒同盟正式成立了。没过几天，天剑宗1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正式拉开帷幕。由于那日我一剑退敌的壮举，我被强行塞进了核心弟子的擂台赛。在龙傲天战神系统的淫威下，我在擂台上简直像个发疯的推土机，一路火花带闪电，嘎嘎乱杀。但每次打赢，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因为只要对手一倒下，系统就会强行接管我的身体，我会被迫踩在人家的胸口上，用剑挑起那个倒霉蛋的下巴，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狂星的弧度，压低嗓音说道：男人，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记住，打败你的人叫林瑜。几场擂台打下来，我虽然成功晋级，但也成功得罪了全宗门的天骄，成了公认的变态油腻狂魔。每天顶着黑眼圈下擂台，我都感觉自己的灵魂已经脏了。但和我的痛苦相比，师尊在那边显然是渐入佳境。宗门大比时，长辈们都在高台上观战，沈清寒端坐在掌门师伯旁边，一袭白衣，弱柳扶风。每当我在擂台上被人不小心擦破一点皮，或者被人打退半步，高台上的师尊就会不受控制的浑身一颤，眼眶瞬间通红。他会一把抓住掌门师伯的袖子，声音带着哭腔：掌门师兄，你看，鱼儿流血了，
他若是伤了一根头发，青海也不活了。掌门师伯哪里见过这等阵仗，他吓得手忙脚乱，在一众长老震惊的目光中，赶紧掏出自己珍藏的9转还魂丹，千年雪莲送下高台，只为了哄我师尊别掉眼泪。硬生生的，师尊靠着这招绿茶碰瓷，帮我弄来了无数天才地宝。有了这些资源的堆砌，我的修为简直是一日千里，从小小的炼气期一路狂飙到了金丹期，仿佛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称霸修真界的那一天。起初我还觉得这种日子虽然社死，但也挺爽的。直到戒律堂的王峰主看不下去了。王峰主是个铁面无私的老顽固，他看我晋升的这么快，又极其看不惯我师尊现在这副魅惑宗主的做派，便在暗中使了绊子。就在我准备冲击大比决赛拿下第1名的时候，王峰主突然下达了调令：因于锋芒太露，需要磨砺心性。即日起，调往后山看守灵石矿脉，没有我的手令，不得擅自离开。我隐隐感觉不对，但仔细想想，尊师重道，长老的命令我也不能当面反抗，于是我便安分守己地去了后山看守矿脉。但这样一来，我晋升战神的速度就被彻底打断了。看矿脉谁都能看，但战神的修为可是要靠在擂台上一个接一个将对手踩在脚下，喊出羞耻台词才能获得的。我光在这守着一堆破石头有什么用？没架打，系统就不发奖励，没意思透了。每日在矿洞里来来回回的巡逻，我变得越来越沉默。我也不是没去找过王峰主，让他把我调回大比擂台上去，但他不是推3阻4，就是冷着脸训斥我一顿，反正铁了心要让我当这个守矿保安。我再傻也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他就是觉得我靠着师尊的美色走后门，想把我按死在基层。愤愤不平中，我一连折了10几只加级传音纸鹤，让他们快马加鞭飞回主峰。我在纸鹤里声泪俱下的求我师尊：好师尊，赶紧去给掌门师伯吹吹枕头风，制止王老头这个不容人的货！你徒弟我要在后山憋死。现在我是真的觉得在后山守矿的日子越过越慢了。好在有萧楚叶时不时的来找我切磋聊天，要不然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可让我怎么活啊？萧楚叶是我在宗门大比上认识的，他是隔壁万剑宗过来交流的核心弟子，剑眉星目，比我大几岁。他说他家里也有个和我一样年纪，一样成天扛着重剑惹是生非的弟弟。看到我就想到他弟弟，于是一路上托他那倒霉弟弟的福。他对我很是照顾，萧楚叶只要一有空就来矿洞看我，顺便给我带点山下的烧鸡和灵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俩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我都要忍不住和他结拜为兄弟了。等等，为什么不可以呢？反正他整日都觉得我很像他弟弟，那不如我就真的当他小弟好了。等我日后成了称霸修真界的绝世战神，那他就会像画本里写的那样，做我忠心耿耿的左膀右臂。要知道，当龙傲天总要有个信得过的小弟，我很应该现在就培养这么个人。于是我便把要斩鸡头、烧黄纸和他结拜为兄弟的想法跟萧楚叶说了。原本以为萧楚叶会很高兴的纳头便拜，但他只是脸色铁青又古怪地看着我，最后憋了半天竟然什么也没说，黑着脸转头就走了。此后接连许多天他也没再来找我，我觉得很是奇怪，难道他觉得我还不够格当他兄弟吗？但不是他一天到晚的说我像他弟弟吗？现在又是闹哪样？男人心海底针。就在我对萧楚叶的态度感到疑惑的时候，我那娇娇师尊的加级纸鹤终于飞回来了。师尊在传音纸鹤里说，他已经在宗门后院彻底崭露了头角。掌门师伯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把全宗门最好的一座灵峰直接划给了他当道场。他在纸鹤里还说，王峰主的几个相好长老不满他晋升得如此快，还独得掌门恩宠，于是暗中勾结在一块欺负他。好在我师尊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在掌门师伯耳边红着眼眶吹了几口枕头风，掉了2滴要命的小珍珠。掌门师伯当场大怒，为他报仇出气，直接把王峰主从戒律堂一把手的位置上给撸了下来，贬去外门当了个执事。我心中狂喜，有天生媚骨系统就是方便许多啊，有师尊在上面给我保驾护航，我哪还需要担心自己得花费大好年华在这破后山看守灵石呢？果然，师尊在纸鹤最后写道，王峰主这个不能容人的老匹夫将再也管不了我了，我又可以重新回到擂台热血打脸了。很快王峰主就把我找去交接，他脸色很是难看，隐有怒气，但还是克制地对我皮笑肉不笑。
林瑜啊，没想到你师尊，现在应该叫太上长老了。他如此独得宗主恩宠，我就说我当日没看错人。我眼珠一转，冷笑道：那是当然了，我师尊他长得清岭绝纯，倾国倾城的，本来就不是池中之物。以前就有许多长老抢着要给他送天才地宝呢。王峰主铁青着脸，估计是没想到我会不接他的话茬，还敢当面阴阳怪气。我装作看不懂他神色的样子，大马金刀地说：王执事，交接玉简拿来吧。我有一阵子没打架了，我还得去擂台热热身，锻炼锻炼。告辞。我师尊现在都已经爬上太上长老的位置了，以后谁还理他这个老匹夫啊？再说了，师尊绑定的可是祸乱仙宗系统，哪怕没有王峰主使绊子，就他那副被迫营业的楚楚可怜样，在宗门里作威作福也是早晚的事。我一出戒律堂，便有许多同门凑过来围在我身边，纷纷祝贺我师尊高升。那些从前总是对我阴阳怪气的人，也对我奉承道：小人早知林师姐并非池中之物，早晚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看来小人的眼光没有错。我心中虽不屑于他们变脸的速度，但也知道伸手不打笑脸人，于是也只好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直到我越过人群，看到了萧楚叶。好些日子没见了，我正想上前豪迈地拍拍他的肩膀打个招呼，但奇怪，他明明也看到了我，却当作没看见一样转身就走。我却不知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他，我追上前去，一把拦住他。你为什么躲着不理我？也不来找我喝酒了？难道就因为我要和你结拜为兄弟吗？萧楚叶眼里有纠结，也有犹豫，不知道在想什么。许久，他才叹了口气道：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修炼出岔子了？萧楚叶犹豫许久，才下定决心道：是我私心作祟，与你无关，是我不想只做你的兄弟。不做就不做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直说就是了，犯得着因为这个不理我吗？搞半天我还以为你对我有意见呢。萧楚叶挑眉，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直到我觉得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的时候，他才说道：再等我一会儿，我答应你，事情很快就会结束，到时候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这一切。他眼里带着真诚，语气又格外的郑重。我皱眉，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问道：什么意思？萧楚叶摇头，只留下一句：小心王老头狗急跳墙。这事儿和王老头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王老头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爹？不同意萧楚叶和我混在一起？我摇摇头，想不通，于是干脆利落地放弃了。反正现在有师尊这个宗门第一绿茶给我保驾护航，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萧楚叶那句让我小心王老头的话，因为后山的灵石矿脉失踪了，整整10几吨的上品灵石不翼而飞。按理来说，我已经交接完毕，不在后方看守矿脉了。这件事无论如何也怪不到我头上，但接替我看守矿脉的那几个弟子却众口一词的咬定是我在交接前就与魔族勾结，把这些灵石全都偷偷运给了魔族。我当然反驳，但王峰主留在戒律堂的那些旧部却死死咬住我不放。王老头本就因为我师尊的事对我恨之入骨，一时间我便成了众矢之的。我被戒律堂强行抓进了地牢。其实我也不是没想过凭着战神系统直接打出去，但一想到师尊还在主峰，我怕连累他背上纵容逆徒的罪名，于是便只好按捺不动，只能等师尊帮我查清真相，洗脱嫌疑了。但情况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乐观，10几吨灵石不见了，这是天大的死罪。前线的护山大阵迟迟没有灵石补充，眼下宗门库房又紧张，哪个风头都没有多余的存货来上缴。戒律堂的长老们总要发泄怒气，于是我变成了这个发泄口。他们把各种修真界的酷刑都用在我身上，逼我说出灵石的下落。但就算是把我给抽筋扒皮，我也说不出来啊！天知道那些破石头究竟去了哪。我心里隐约猜到是王老头搞的鬼，但到了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我手上也没有一点证据。深夜，地牢外雷雨交加，我又被严刑拷打了一顿。就在我身体越来越虚弱，虽然战神之躯死不了，但痛觉是实打实的。我觉得今夜在劫难逃的时候，
有人一剑劈开了地牢的玄铁门，那人带着几个黑衣剑修，干脆利落的把看守的侍卫打倒，然后一把将我捞进怀里救了出去。那黑衣人戴着斗笠，只露出一双熟悉的眼睛，没等看清，我便因为灵气耗尽晕了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眼前是萧楚叶一脸担忧的样子。见我醒来，他欣喜道：林雨，你醒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虚弱的咳了几声，皱眉问道：你到底是谁？还有，为什么要救我？萧楚叶收回想要扶我起来的手，他一顿才下定决心道：我是万剑宗少宗主，此次来天剑宗是奉了仙盟的命令。仙盟怀疑王老头暗中和魔族有所勾结，倒卖战略物资，于是派我潜伏进来搜查证据。那你怎么不早来救我？非得拖到我快要被那群王八蛋给打死了才出现，这真是岂有此理！知道我是冤枉的还不赶紧来救我，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挨打。我并非故意，我也想早点搭救你，但王老头这只老狐狸难得露出破绽来，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再加上我还得去把那批皮灵石给劫回来，这才耽搁了下来。那我师尊他现在怎么样了？掌门既然知道是王老头与魔族勾结，应该不会迁怒我师尊吧？萧楚叶脸色有些微妙，干咳了一声。这你放心，他没事。掌门暂时把他关在寝殿里了，但就是做个样子给外人看，其实护得紧呢。那就好。说完，我又看到了萧楚叶一脸的欲言又止，于是大大咧咧地问道：干嘛？还有什么事儿？萧楚叶摇摇头，又点点头。一个高阶剑修，此刻居然颇有点像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的样子。我不耐烦道：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像个爷们儿一样？萧楚叶听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握住我的手，对着我深情道：现在我把所有底细都告诉你了，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了吧？我想抽回手，但没成功，于是只好瞪着眼睛问：什么感情？说话就说话，拉拉扯扯的干什么？怎么，你终于肯认我当大哥了？萧楚叶真诚且耳根通红道：我喜欢你，我想娶你做我的道侣，所以我才说不想让你只做我弟弟。我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说道：什么道侣？你是耳朵坏了还是脑子被妖兽踢了？我是个浑身肌肉的铁血猛男啊，我怎么做你道侣？萧楚叶笑着从怀里掏出一枚加密的玉简递给我，我接过来探入神识一看，玉简是掌门师伯给萧楚叶的密信，信中写道：我那不讲武德的师尊，为了平息掌门师伯对红肚兜事件的怒火，不仅把系统的秘密透了底，为了转移注意力，还把我女扮男装，靠着伪装硬撑猛男身份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掌门。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之前我就奇怪，为什么师尊在后宅天天作妖，掌门师伯除了崩溃大喊大叫，一点实质性的惩罚都没有。我还以为天生媚骨，祸乱仙宗系统，牛逼到把师尊的体质也改成女的。好家伙，原来他根本就没现身啊！原来这老匹夫在这等着出卖我呢！不过不得不说，这系统是真的牛。师尊在没获身的情况下，都能把宗门上下拿捏得死死的。那要是真破身了，那不得直接一统修真界啊！当然，这也只限于想想。我回握住萧楚叶的手，瑟瑟发抖道：那啥，我要是嫁给你了，我和我师尊的命是不是就能保下来了？我还年轻，我不想死，要死起码也要在我成为了一代战神枭雄后再死吧。虽然师尊他不讲武德的出卖了我，但谁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呢？
我还是得想办法，我俩的狗命都给捞回来。你想多了，掌门不仅不会要你的命，他还说，你要是真的把魔族大军给打退了的话，等凯旋归来，他便封你做仙盟兵马大元帅。我眼睛发亮地看着他，真的吗？掌门不仅不治我欺上瞒下之罪，还要封我做大元帅！老天，真是风水轮流转，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就知道，我天剑宗的功德碑迟早得给我单开一页。但我又想到了我那娇娇师尊，于是问道：那我师尊呢？掌门不治我的罪，应该也不会治他吧？萧楚叶脸色古怪，表情像生吞了一只绿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我急道：你快说啊！放心好了，掌门对他很好。我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但却忽略了萧楚叶眼里那一丝极其别扭的深意。养好伤后，我便想去深渊防线多砍几个魔族，但萧楚叶让我先不要轻举妄动。现在王峰主的人还在到处找我，也还没到和这老狐狸彻底翻脸的时候。他让我扮作他的贴身剑士，这一次他要用万剑宗少宗主兼仙盟钦差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出现，怪不得人人都想往高处走呢。王峰主这不要脸的老匹夫，一见到萧楚叶便是一脸巴结奉承的样子，完全忘了他从前对萧楚叶还是个普通弟子时那副爱答不理的嘴脸。我在萧楚叶身后偷偷翻了个白眼。王峰主请萧楚叶上座，低声下气地问道：不知少宗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无妨，我是奉了仙盟的命令来巡视防线的。王长老自行处事就行，不必在意我。哈哈哈哈哈！少宗主说笑了，您身份贵重，又是仙盟钦差，我怎么敢不在意您呢？看他这一脸假惺惺奉承的样子，我就来气，于是我便直言道：我们少宗主都说了，不要在意，不要在意。王长老难道是年纪大了，耳朵里塞了零食，听不懂还是听不见了？王峰主一愣，许是觉得被我这么一个小剑士给凶了，还怪没面子的。但看萧楚叶也没有阻止的样子，他也只好强行忍了下来，有些尴尬道：老夫我久经沙场，年纪也确实大了点儿，都怪我这张嘴，惹得少宗主身边的人不高兴了，无妨。王长老下不为例就是。王峰主一噎，似乎也没想到他这看似示弱，实则在怪萧楚叶御下不严的话，居然一点好处都没有讨到。萧楚叶根本就不接招，我死死咬着嘴唇，生怕自己笑出声来。萧楚叶暗暗用余光瞪了我一眼，示意我收敛着点。王峰主的脸色变了又变，但终究是千年的老狐狸，他很快就转了个话题：少宗主，不知仙盟的灵石补给何时能运过来？前段日子那和魔族勾结的贼人林瑜，也不知被何方妖孽救走了。这些日子，将士们都耗尽了灵力在打仗，久而久之也不是办法呀。我这次来，沿路采买了些物资，应该够防线撑一段时间了。至于你说的那个所谓的和魔族勾结的贼人，你有证据证明他确实和魔族勾结在一起吗？王峰主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他阴恻恻地笑道：自然是有铁证，要不然老夫也不敢冤枉好人。少宗主请看。说着，他就从储物戒里掏出了一封密信，信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何日何时，约了魔族大将要在哪个隐秘山谷见面，好交换那10几吨被盗的灵石。而信的落款署名赫然写着林瑜，也就是我。我和萧楚叶对视一眼，好家伙，这密信伪造的跟真的一样，要我不是当事人，我都差点信了这些。萧楚叶不动声色地让王峰主先退下，说他自有推断。等王老头一走，我便气结道：我说
到底什么时候揭穿这老匹夫啊？再不揭穿他，我都要被他给活活气死了！萧楚叶笑着伸出手，揉了揉我的头顶。快了，再忍一忍。我无语地扶开他的手，想让他别仗着身高优势来套近乎，但一抬头看到对方那张俊逸非凡的脸，却又什么骂人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好吧，颜值即正义，你长得帅，你有理，反正我也不吃亏就是了。就这么又憋屈的过了几日，我实在是手痒得厉害，忍不住偷偷溜去深渊防线前线露了几手剑诀。我以为自己已经伪装得很好了，没想到还是被戒律堂的眼线给认出来了。很快我就被一群剑修给团团围住了，他们拔剑指着我，吵着要重新把我押进地牢，还在那儿大声嚷嚷，说萧楚叶身为万剑宗少宗主兼仙盟钦差，却一直包庇着我这个叛徒，不知道是何居心。我的老天，这话我用我的脚趾头想都能猜到是王峰主授意他们这么说的。这老狐狸真把全宗门上下都当傻子了。萧楚叶闻讯赶来，毫不犹豫地挡在我身前。面对众人的责骂和指控，他也依旧保持着高阶剑修的淡定从容。但我看到对面连杀阵都快要摆出来了，顿时就不淡定了。怎么还不动手啊？你这会儿装什么高冷，耍什么帅？没看到我们快要被这群人给剁成肉链了吗？这时候王峰主越过人群走了出来，在那洋洋得意道：我说林统领，你也真是的，你说你跑就跑了，怎么还敢回来？回来了不说，还敢光明正大的溜上战场，你说你也太嚣张了吧！嘿，我跑你爷爷奶奶个腿！你才嚣张，你全家都嚣张！偷偷贩卖护山阵法的灵石给魔族，都不知道够仙盟砍你几回脑袋的了！王峰主满脸不为所动，甚至带着一丝嘲讽：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老夫贩卖灵石了？我看是你恶人先告状，自己勾结魔族被抓了，还想拉老夫下水。还有你，少宗主与叛徒勾结，包庇妖人，不知道按仙盟律法该判几条命。在一片倒吸凉气的唏嘘声中，萧楚叶终于不紧不慢地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块流影石以及厚厚一沓密信，里面记载的全都是王峰主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和魔族暗中勾结倒卖军需的铁证。随着萧楚叶将流影石的画面投射到半空中，那一张张密信和账本也被传阅到了几位带队长老的手里。众人看了神色各异，但眼中都燃起了同样的愤怒。无他，在仙魔交界的战场上，大家即使偶有摩擦，也不会真的想置同袍于死地。出门在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大家都不容易。而且一上战场，说不定替你挡刀的，就会是刚才还在营帐里和你争吵的那个人。王老头要是平时贪墨一点边角料的灵石，大家或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但他最大的错就是把我们防线的布防图、进攻的消息，以及在哪儿设伏的绝密，全都高价卖给了魔族人，以此来换取他自己突破修为的极品丹药，用同门师兄弟的性命来换取自己的长生大道，当然让人愤慨至极。看到这群情激愤的场面，我总算彻底放下心来了。不消说，大家自动自发地把王峰主给围了起来，你一拳我一脚，连剑都懒得拔，直接用拳头把这老匹夫打得出气多进气少。看王老头快要被人给活生生打死了，萧楚叶才挥手让他们住手。行了，都住手吧，留他一口气，还要押回主峰听奏掌门发落。王峰主被五花大绑地拖了下去，原先那些围攻我的剑修们纷纷涨红了脸，一脸歉意地冲我抱拳道：对不住了，林统领，我们都是被那老匹夫给骗了。您大人有大量，原谅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是啊，林统领。众人纷纷羞愧地附和着。萧楚叶也转过头，眉眼含笑地看着我。我清了清嗓子，拿出了龙傲天战神系统该有的宽广胸襟。不知者无罪，我当然不会怪你们，大家都是生死相托的袍泽兄弟嘛。不过以后你们可别再对着我阴阳怪气的了。战场上咱们凭手里的剑说话，你们要是眼红我晋升的太快，就自己多努力，多砍几个魔族，到时候大家一起加官进爵嘛。众人都被我这番话激励得热血沸腾，
齐齐应下。随后鼓足了气势四散开来，要去疯狂练剑。萧楚叶双手抱臂，一脸笑意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有些发毛，问他在笑什么，他轻笑道：“我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大度，我还以为按照你平时的脾气，非要闹个天翻地覆才会放过他们。”我不屑地撇撇嘴，哼，怎么可能？我是那样小心眼的人吗？再说了，我现在一门心思都用在怎么砍死对面的魔族上，哪有功夫在搭理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萧楚叶闻言收敛了笑意，目光深沉地望向远方。是啊，和魔族是该有个了断了。他望着魔族大军扎营的深渊尽头，脸上是势在必得的锐气。我也顺着他的目光看着那个方向，满脑子都是等我彻底打穿魔界，当了修真界第一战神后，从前那些瞧不起我这条咸鱼的人都将对我毕恭毕敬。天剑宗的功德碑还得乖乖的给我和我师尊单开最显眼的一页。想到这，我就开心的要命，真想现在就提着巨剑，快点把这群魔族余孽给包抄了。和魔族的最后一战很快就到来了，我怀揣着做修真界第一战神的梦想，在战场上杀的比谁都多，比谁都快，冲的也比谁都猛。结果可想而知，有龙傲天战神系统在手，天下我有，魔族大军溃不成军，很快便递来降书。而我也在这一仗中声名鹊起，仙盟封我做镇魔大元帅的法旨也下来了。掌门师伯还传音说，等你们班师回宗门后，本座就给你开庆功大典。我心中狂喜，我真的成了画本里的一代战神枭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带着先遣部队快马加鞭地赶回天剑宗，迎接属于我的无上荣耀。到了宗门主峰大殿，见了掌门师伯，我意外地发现我那娇娇师尊居然也在他旁边坐着，我顿时有些激动。算算时间，差不多大半年没有见到他了，我还怪想这个老匹夫的嘞。此时他已经恢复了那袭清冷绝尘的白衣打扮，但在媚骨天成祸乱仙宗系统的长期影响下，他整个人做得端端正正，却还是透出一股隐隐的撩人媚态。听说掌门师伯力排众议，硬是给他封了个宗门首席太上长老的闲职。我看他那样子气色极好，肉眼可见的脸颊好像还圆润了一圈，反倒是掌门师伯看起来有些憔悴，眼下乌青，看我师尊的眼神里又带着股说不明道不清的幽怨味道。我大步上前给掌门请罪和谢恩，感谢他封我做大元帅，又没有计较我隐瞒女子身份和错绑系统的欺瞒之罪。师侄，快平身！你替本座解决了魔族这个心腹大患，本座又怎么会怪你呢？何况你这么能干，本座封赏你还来不及呢。我心想，这掌门人还怪好的，本想见好就收，但看师尊在一旁拼命给我使眼色，眼睛都要眨瘸了。于是我迟疑道：“掌门，弟子还有一事相求。”掌门斜睨了一眼我师尊，师尊这才安分下来，低着头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看他这样，掌门才继续道：“何事？你说。若是本座能办到的话，自然会答应。”我琢磨他的意思，若是能办到就答应我，那把我师尊还给我这件事，对他来说应该不难吧？毕竟看样子，掌门和我这修无情道的师尊也不像有什么实质性奸情的样子。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开口：“掌门师伯，是这样的，弟子自幼被师尊一人带大，和师尊感情颇深，所以弟子想把师尊带回凌云峰，给他颐养天年。”现在看来，师尊即使绑定了这要命的系统，也算是失败了。毕竟掌门他肯定不喜欢男人。不过好在师尊有我这个争气的徒弟，有我这个大元帅在，给他重开一页天剑宗的功德碑也是一样的。怪不得人家都说还是收女徒弟好啊。有我这么贴心孝顺的徒弟，师尊可真是享老福了。我偷偷看了一眼掌门师伯的容貌，虽然也是个威严的中年美大叔，但比起萧楚叶来，还是稍微逊色那么一点。还是萧楚叶那样的年轻剑修更得我心。等会儿我干嘛要拿萧楚叶和掌门对比呢？回过神来，我又忍不住想到伴君如伴虎。此时我心里还不由得庆幸，
幸好当初那道雷劫把我和师尊绑错了系统，要不然现在被掌门勒令寸步不离，跟在身边，祸乱仙宗的人就是我了。我以为掌门会随口答应我这个小要求，但想象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掌门师伯大手一挥，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我瞪大眼睛问为什么，掌门瞪了我一眼，又狠狠瞪了师尊一眼，才咬牙切齿地说道：本座做什么决定，还需要和你汇报吗？不治你们的罪就够可以了，还得寸进尺？不敢，弟子不敢。掌门这才满意的冷哼一声：行了，时间也够长的了。万剑宗的少宗主还在殿外等你呢。至于你师尊嘛，本座还有些旧账还没和他算清楚。放心，本座会好好照顾他的。说到好好照顾几个字，感觉掌门师伯颇有股恨不得把人拆骨入腹的味道。师尊又在拼命给我使眼色求救，但这次我只能装瞎了。毕竟死道友不死贫道，就算你是我亲师尊也是这样。我又问掌门，萧楚叶在外面等我干嘛？他没直言，只说我去了就知道。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抛下了我那可怜的娇娇师尊，大步出了这殿门。萧楚叶果真在不远处的汉白玉台阶上等我，见我出来，他欣喜地向我走来，然后还想伸手拉我的手，我一个跨步就甩开。真是的，我现在可是威震3界的镇魔大元帅啊！大庭广众之下这么拉拉扯扯的像什么话？怎么了？你回趟宗门便想泡夫了吗？你不要瞎说啊！我只抛弃了我师尊，什么时候泡芙了？再说了，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在山洞那时候，你不是问我，要是嫁给我了，你和你师尊的命能不能保下来吗？你那时候不就变相答应嫁给我了吗？我不可思议道：你不是说掌门不仅不会要我和师尊的命，还要让我做大元帅吗？既然这样，我干嘛还要嫁给你，卖身就是。可是我向掌门求情，并说你骁勇善战啊，他这才顺水推舟，不计较你们犯的那些大罪。我有些无语道：那你是在拿恩情威胁我吗？怎么会呢？你都已经做了兵马大元帅，修为比我都高了，我还怎么威胁你啊？再说了，君无戏言，就算现在想威胁你，掌门和仙盟也不答应啊。我无力的叹气。那你到底是想怎么样？我想娶你为妻，你要是介意的话，也可以你娶我，我带着万剑宗一半的家财给你做嫁妆。我一脸懵，又震惊地看着萧楚叶。你可真是你爹的大孝子！唉，没事儿，我爹他不会在意的，反正他那么多亲传弟子和私生子呢，不差我这一个少宗主。我这下是彻底说不出话来了，心里除了觉得他牛以外还是牛。算了，懒得理他，我还得赶着回去让人给我和师尊重开一夜功德碑呢。或许以后再努力，看看能不能把师尊从掌门的魔爪里捞出来。不过回想起掌门看师尊的那个眼神，我又觉得希望不大。不过管他呢，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能浪几时是几时。